Hello， 大家好。道明银行最新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加拿大房产市场未来的走势。最近这份报告被很多媒体歪曲解读，被当作房价继续上涨的证据。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份报告究竟说了什么。这个报告主要讨论了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最近的加息对加拿大房产市场的影响有多大？房产市场在今年春天出现反弹之后，最近又遭遇了新的一波下行压力，主要是因为加拿大央行结束了长达4个月的暂停加息，分别在6月和7月连续2次加息，并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更糟糕的是，加拿大5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在过去6个月飙升了大约130个基点，达到 4.2% 左右的多年新高。这导致固定利率不断上升，所以又打击了正在下跌的房产市场。全国销量回落了大约 5%， 部分回吐了春季的温和反弹，销售量仍比疫情前的水平还要低 12% 左右。不过这与去年年初到今年年初销量暴跌 40% 相比，这一波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因为销量下降与新挂牌房屋数量大幅增加同时发生，加拿大的销售与新上市房屋的比率已经从4月份的近 70% 骤降至9月份的 51%， 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各个省的销量与新挂牌房源比率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值得注意的是，除 BC 省和安大略省之外，大多数省份的销售与新上市房屋比率仍高出长期的平均水平。BC 省和安大略省的销售额大幅下滑，他们的价格平均跌幅也是自加拿大央行恢复加息以来最明显的市场。这2个市场的房产负担能力最近达到了历史最差水平。相比之下，良好的房产负担能力支持了草原省以及大西洋地区销售和价格的稳定增长。就阿尔伯塔省而言，他们的人口快速增长为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回到供应方面，截至9月份，加拿大新上市房屋数量连续6个月增长，同比增长了 35%。不过除了安省之外，目前只是回到了长期平均水平。安省的挂牌量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房产负担能力恶化，供应激增导致销售与上市比率下降至 40%， 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的最差水平。报告的第2个问题讨论了2024年的房产市场前景如何。道明银行认为，从现在到2024年底，新上市房屋数量会继续呈上升趋势。然而，在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就业市场仍保持弹性，供应量的增加可能会受到抑制。预计从2023年第3季度到2024年底，就业水平将大致持平，从而将成为强制出售的限制因素。预期的销售和价格疲软是抑制未来几个季度挂牌量增长的另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当销售和房价疲软的时候，供应通常会随之下降，而潜在的卖家则会采取观望态度，等待房产市场动荡结束。预计随着利率上升的影响持续显现，加拿大房屋销售和平均价格将在今年最后1个季度和2024年第1个季度下降，到2024年第1季度末，销售量和价格应该分别下降约 10% 和 5%。道明银行预计，从2024年第2季度开始，销量和价格都会回升。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道明银行指出，这个假设是基于加拿大央行在明年春季降息，以及到今年年底，加拿大债券收益率从当前的多年高点回落，同时人口增长继续保持强劲，就业市场仍然保持韧性等条件。从这个条件来看，最基础的一点，央行在明年春季降息这一点可能就很难实现。而且这里还忽略了一点，就是加拿大的经济已经看到衰退的迹象。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8月份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持平，仅服务业略有扩张，但是商品生产行业已经出现萎缩。所以道明银行在这份报告中指出，因为大多数省份的负担能力面临挑战，这可能会抑制房地产反弹的程度。所以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房屋销售要到2025年才能持续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从地区来看，近期跌幅最大的应该是安省和 BC 省，大西洋大部分地区和魁北克省的跌幅较小。到2024年中期，这些地区的销售量和价格都将上涨。
道明银行指出，如果就业市场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它将会对房产市场预测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可能推高住房供应。另一个重要风险就是，如果通胀依然顽固，加拿大央行的政策利率也将会高于预期，在抑制需求的同时，可能会进一步打压房产市场，从而推高房产供应。报告讨论的第3个问题是投资者活动进展如何。道明银行认为，投资者的前景是房产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据，截止2023年第1季度，投资者占加拿大各地购房者的 30%。不过，从2021年第4季度到2023年第1季度，重复购买房屋的购房者比例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至 28%， 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2023年第1季度购房比例已经达到了 43%。虽然这一数字与2021年第4季度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但仍远低于2014年观察到的 50% 的数字。投资者通常是所有买家中负债最重的群体，而且呢，利率已经大幅走高，特别是像大多伦多地区，即使租金大幅上涨，典型的投资者也会出现严重的负现金流。此外，较高的利率削弱了房地产相对于其他资产类别的吸引力。例如，在多伦多，2023年第2季度的公寓回报率上限为 3.5% 至 4.5%。与此同时，无风险的2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为 4.1%， 而且在目前的环境下，房价也不看涨，这些呢都加剧了看跌的风险。未来投资者购买房屋的比例将从目前的多年高点继续下降，较高的利率也会促使投资者挂牌出售其房产，在大多和大温地区尤为明显。只有在加拿大央行开始降息的时候，才会缓解这些压力。报告讨论的第4个问题是加拿大各地的住宅建设进展情况如何。在加拿大人口激增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道明银行给出的答案是进展相当不错，因为房屋建设数量创历史新高，即使借贷成本处于多年的高位，而且劳动力持续短缺，建筑商仍然能够维持比疫情前水平高 20% 的新屋开工速度，这已经接近数十年的高点。这可能是因为过去的价格上涨、销售增长和库存水平较低，支撑了经济活动。纵观各地区 ，BC 省、阿尔伯塔省和安省的开工率显著提升，而魁北克的开工率正在迅速缩减。强劲的住宅建设也转化为迄今为止最快的竣工速度。今年截至9月份，已经竣工14万套住宅。值得注意的是，在租金大幅增长和政府计划的推动下，专门建造的租赁物业开工率达到了至少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道明银行认为，即使这样的房屋建设速度，可能也难以跟上加拿大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预计今年加拿大人口增长将超过100万人，到2024年将增加74万人。从2023年到2025年，加拿大可能会累计短缺约30万套住房。报告讨论的第5个问题是政府如何应对加拿大住房短缺的挑战。加拿大各级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增加住房供应，比如埃德蒙顿、温哥华、多伦多等城市改变分区法规以增加供应。联邦和各级政府开始打击短租市场，联邦政府取消了租赁专用建筑、商品及服务税，很多省份也纷纷效仿。此外，高利率正在推动更多的投资客退出市场，看起来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总体来说，道明银行这份报告对房产市场的预测仍过于乐观，毕竟呢，他们是房产市场的利益相关机构。房产市场崩盘，他们可能也会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他们尽量想办法带节奏，好让大家对房产市场保持信心。这几天，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尔加里10月份的房产市场数据都已经发布。从这些数据来看，房产库存正在激增，销量和价格都在进一步下跌。比如10月份，大多伦多地区收获了15个月来最大的价格跌幅，大温哥华地区综合基准房价环比下跌了 0.6%， 其中独立屋基准价格环比下跌了 0.8%， 卡尔加里的销量环比下降了 11%， 各地的房产市场都已降至冰点。我下一个视频会具体分析10月份几大市场的房产市场情况，欢迎关注。昨天，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表示，由于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使得降低通胀变得更加困难。所以中性利率可能正在上升，而房价下跌的周期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候，不论是刚需购买自住房产，还是准备购买投资房产，都不应该道听途说、偏听偏信，而是应该自己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研究市场。盲目进入房产市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